这个像极了春卷的卷叶包，竟然是由这种仅6到11公厘大的象鼻虫母虫独自卷出来的。有人称它们为摇篮虫，但这个被精心制作出来的摇篮，最终的命运就会跌破所有人的眼镜。4月初，我在一株山桂花上发现了这一个做工极为精致的虫巢卷叶包，原来就是出自于这种奇特的昆虫之手——中长颈卷叶象鼻虫。且因其所做的虫巢看起来就像是悬挂在枝条间的摇篮，因此也有人称它们为摇篮虫。后来很幸运的，我竟然在同一株山桂花上就发现了2处有已经就定位准备要做巢的虫哦。这片叶子有1只，我称它做小钟，但这片却有1对，那就叫小对吧。先来看看它们最大的特征，也就是那细长如颈子般的头部。若颈子像这只这样不算长的，是母的；但若像这样长的有点夸张的，则是公的。且由于体色呈红棕色，因此被称作中长颈卷叶象鼻虫。我们再回到准备要做巢的小钟与小对身上，请注意看这2片叶子，在被我发现时都已被它们切咬过，呈现悬垂状态。显然它们都已在静静等待开工的时机。果然，小对便开始有动作了。只是它绕到叶背是想做什么呢？原来是要在主叶脉处将叶子对折，而且折1次还不够哦，得这样重复折2到3次，然后再折叶尖。我懂了，其实它重复这样折叶子，目的就是要先为这片叶子塑形，就像我们人类折纸时也需要预先折出折痕的道理一样。看来他觉得这样折1回还不够呢，得重复再折1回。最后，他再度回到叶间，才开始正式折叶子做虫巢。不过万事起头难，尤其开始最重要。偏偏在紧要的时刻，却频频有风。虽然对它没什么影响，但却害惨了我们，就必须得在风中观察如此精致的卷叶包到底是如何开始折起的。看起来它好像是用脚来折叶子的，可惜风就是不停。我们只好先来看一下另一只在水晶晶上的母虫小晶，才看清它原来还会用嘴喙咬住叶片当支点，难怪脚能这么有力地折叶子。事实上，台湾的中长颈卷叶象鼻虫偏好取食的植物有好几种，其中最常被它们做虫巢的，就属先前的山桂花与眼前的水晶晶这2种植物。再回来看山桂花上的小对，正当它在忙碌折叶子之际，昆虫竟然好像不关它的事，只是袖手旁观。接着，它开始努力将叶子往内卷。工虫也缓缓靠近，难道是想过来帮忙了吗？看来是我多心了，工虫只不过是想独占母虫，
防止别的工虫趁机前来抢占。但何必选在人家正忙的时刻呢？还好小队并不在意，转身继续卷它的叶子。你看，它们光用脚折还不够呢，还得加上长长的嘴喙，将尾端的叶缘往卷叶包里面压。接着，最重要的一刻到了，小队开始啃咬刚卷的叶包最底处，而且很快的便啃出了一个洞。随即转身将产卵管伸进洞中产卵。最后终于产下一粒金黄色的卵。再来就是把卵给封起来，要开始正式卷叶了。而它们卷叶的方法，主要是透过2道工序来完成的。先是像这样的卷，且一定是从主叶脉对折处的那端慢慢往上卷。卷好后，它就会马上走到另一端，开始将过长的叶缘往里面压。但可惜风又来了，还好隔壁的另一只母虫小钟也已悄悄开工，刚好可以让我们看清楚它是如何把过长的叶缘往叶包里压的。注意看它的这第3压，好厉害！竟然就顺势把两边的叶片合拢，一起折进卷叶包里了。接着就可以再回到小队身上，它已折好叶尖，要开始继续往上卷了。之后，他们就会一直重复刚刚的2道工序。第一道就是在主叶脉端先往上卷。第2道就是到叶缘端往里面折。若从小队产完卵的那一刻算起，这就已经算是它的第2折了。接着是它的第3折。而工虫也终于心满意足了。从此他们俩就会劳燕分飞，但小队很淡定，丝毫不受影响。再来，它就要进行第4折了。这里可以清楚看到，它竟然也是一边用嘴会咬住，一边用脚将叶片往内推卷了。接着是第5折。而且风也在最后一刻停了，我们也终于有机会用5倍快转的速度来欣赏小队的第6折，也是最后一折。
你看，已经卷成了一个小卷叶包了，而且时间也已过了50分钟。而最后一则的最后一个关键，就是要把这最后的这块叶片切角，用力翻过来，这样就能把整个卷叶包卡住，不会松开了，真的好厉害。接着赶紧来看隔壁小钟的进度，竟然也已经进行到最后一折了。再回到小队身上，他刚刚上下巡视了一遍，接着就爬回到卷叶包顶端。看他这样卖力工作了1个多小时，终于大功告成，我想他也该休息了吧。诶，难道还有工作要做吗？什么？他竟然在咬主叶脉的连接点，为什么呢？且不仅只有他这样，你看另一只小钟随即也跟着在咬，而且小队最后还把它咬断了，不是应该悬挂着当摇篮的吗？你怎么会把它咬落到地上呢？紧接着，小钟的也咬断了，而且小队竟然还仰天，一副得意洋洋的模样，实在令人费解。后来在地面仔细搜寻后，才发现，其实落在地上的虫巢，竟然比悬挂在树上的还多很多呢。原来这是因为虫巢落到地面后，反而可处于较为阴暗潮湿的环境中，不仅就能防止叶片过快干枯变硬，维持嫩叶的口感，让幼虫有足够的时间进食并发育，也能提供极佳的伪装，比挂在树上更能避开天敌的攻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他们要怎么决定虫巢要挂在树上，还是落到地面上呢？为了找答案，几天过后，我便在一株水晶晶上发现了一只已切好1半叶片的母虫小晶。没错，就是先前已请他上场过的那只小晶，而且还连续做了2个虫巢让我拍。接着，我们就再用5倍快转的速度来看它怎么切咬主叶脉。咬完主叶脉，它随即往下走到叶片的下半段，开始一路往下，沿着一侧的叶缘咬其侧脉与细脉。咬到最下方后，再回来咬其他的侧脉并戳动。是的，我们先前看它们卷叶或折叶时，都感觉叶片好像都已失去弹性。原来是在卷之前就已辛苦做完这些把叶脉咬断与戳动，形成减压孔的预备动作了。而这些动作可产生2种作用，为的就是让叶片好折又好卷。首先是让累积在叶片里的水分经由这些减压孔快速排出，让叶子逐渐变软，这样才好折。其次，则是破坏叶脉的骨架，好让叶片更容易被卷起，尤其是最初的主叶脉。因此，它们就得在外围的侧脉都咬完，等叶片的水分泄压、软化的差不多后，才会开始由下往上处理主叶脉。但因主叶脉比侧脉粗得多，所以只能一口一口慢慢啃咬。
且越往上的还越粗，啃咬的就越久。因此，处理主叶麦所花的时间，甚至是来回咬侧麦的2到3倍。你看，主叶麦上的这些减压孔，不仅数量惊人，彼此的间距竟然还像用尺量过般的都一样呢。终于咬完了，光是在旁边看，我嘴巴就酸了，只能由衷佩服。后来这2个虫巢也确实都被接连咬落到地面上。只是看到这里，我先前的疑问却仍未完全解开。既然落到地上的虫巢能有更好的隐蔽性，也能让叶片保湿，那为什么仍有一些虫巢会选择悬挂在树上呢？不过可惜的是，它们今年繁殖季已接近尾声，或许答案得等到明年，等它们再次回到山林里卷叶时，我才能真正知道这些被昵称为摇篮虫的小家伙，究竟是如何决定该把自己孩子的摇篮留在树上，还是送往地面。